进来。明轩，夏叔，不错啊，明轩，啊，不错呀，很不错呀。我呀，今天拿到了每日时尚的报表，销量一路上涨，够深刻。现在还是刚刚上线，具体销售的状况，还有之后才能够看得出来。好，谢谢。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优秀了，你不要过高的要求自己，害得我们家那个闺女啊，也天天一心扑在工作上。你看你们，雪玲最近啊，确实辛苦了。就这个事儿呢，我也很认真的跟她谈过。我说你现在的工作呢，是设计总监，你就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其他事情由明轩去操心。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正是因为其他的工作都要明轩来做，所以他才要替明轩分担。但是雪玲是真的帮了我很多忙。我今天来呢，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不过我是要替你夏伯母兴师问罪。你夏伯母不高兴了，天天给我叨叨说，这个丫头啊，算是白养了，啊，算是给你们唐家养。你看，每天不是泡在唐家，就是泡在公司里边，一个星期他都见不了她2回。哎，你也知道女人嘛，老了爱唠叨。哎，不过夏伯母的话我给你带到了。夏叔，你喝点茶。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考虑不周到。我向您保证，我尽量不让雪玲加班了，让她早点回家陪你和伯母。我不是那个意思，横竖都是他愿意，他高兴是吧？我们能管什么呢？只要以后你们唐家对得起雪玲就好了，不要搞到最后我们登门拜访，连本带利讨回来，这脸上就挂不住了。您放心好了，我们唐家是不会辜负她的。好，明轩，这句话我记住了。啊，对了，今天来是要跟你说个什么事情来着？聊了这么多闲七八杂的。啊，对了，上次比赛后台闹事的那个设计师，明轩，怎么衣服还在平台上啊？你怎么想的？夏叔，可能你对这个整个的事件的过程不太清楚，现在已经澄清了，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明轩，这不是澄清不澄清的事情。你看，你虽然工作很努力，成绩斐然，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要批评你的。你现在犯了一个年轻人的通病，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目光短浅，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他现在是很热闹，是有些名堂，但你想过，他这个名是个恶名，你要拿这个做噱头，你想过明远的形象吗？啊？而且我还听说啊，雪玲在这件事上也是不同意的。你看，你在公司是总经理，他是设计总监，我觉得在公司的具体事务上，你们要有商有量。就像当初我跟你父亲在一起工作啊，对吧？就算是他已经拍板的事情，我不同意，他也不能执行。夏叔，现在这间公司是由我来经营管理。对，你说的非常对。这间公司呢，现在是你来管理，我们也不便插手更多，不烦你。哎呀，很好。哎，这个现在这个工作，这个业绩，我很满意。我相信你父亲也很满意。你看我也是岁数大了，现在跟你夏伯母一样爱叨叨，不烦你了。啊，跟雪玲多商量一下啊，这个设计师的事情啊。夏叔，您慢走啊。哎，好。Oui, excusez-moi, je suis désolé, mais on n'a pas besoin d'employés. Si vous ne parlez pas le français, vous ne pouvez pas travailler ici.
喂，陈阳，我想问你现在有时间吗？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急把你叫过来。没事儿，小心。老板肯定也是为了安全起见，这是。你来啦？老板，这是我的担保人。您好，你稍等一下啊。你们先坐那边吧。好。好。先喝杯水吧。哎，谢谢老板。麻烦居留证给我看一下。哦。给。我在这儿待4年了。你们的样子看起来也不像是坏人。肯定不是坏人啊。我这里呀，一般是每天早上10点钟开始准备中午的食材，11点开始营业，1点钟左右是最忙的。中午呢，营业到下午2点半，晚上呢是7点开始，直到夜里的10点钟打烊。老板是这样的，因为我还在上课嘛，所以打工时间可不可以按照我的课程表来啊？没问题，但是你可以加个关门。关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每天在打烊以后呢，你负责洗碗、洗厨房。法国这边卫生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每天都要出去清洗一次。对，你很有经验嘛。我刚来的时候也干过厨房，干了2年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你周末早班晚班一起上。好，没问题。既然如此，那你就明天开始上工吧。好。Si on y arrive, ça aidera beaucoup mieux. Ok.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法语说的不错呀，可惜了，无用武之地了。真稀客，找有事。我这次来啊，纯粹是出于好意，来跟你道个别。想想以后生活里没有了你，真的挺无聊的。给你看个东西，你应该会感兴趣。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对这个感兴趣呢？我一会儿就去机场，有什么想跟莫非说的，告诉我，我帮你传个话。传话就不用了，又不是只有你长了嘴。那个，祝你一路平安。被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你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你让我妹妹感受到了悲伤的滋味，我也会让你品尝一下的。走了。哎，帮我把门关上。真懂事儿啊。你一定会难过，你一定会想我，却一如既往的洒脱，面无表情的你对我说放手，我希望你一直把他放在你身边，就放手。每当看到他，
你都会想到我。你也许很想我，恭喜你提前杀青了。我续集背景的角色，独角戏全给我。嗨，我现在到巴黎了，现在正寄居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你在机场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录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录了也不会播出去。就算他听到，又能怎么样呢？哎，莫非，你怎么还没睡啊？这些艺术家也太奇怪了吧！大半夜坐这儿看月亮呢。你怎么也没睡啊？过来坐啊。我这不做生意吗？现在这个时间呀，正是国内那些上班族女人们交流购物心得的时候，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时间呢？你那朋友圈，那男的回你了吗？不应该呀，正常男人都应该有反应的。所以，我就说，他应该是有女朋友的。有女朋友还追机场，还给你送那个娃娃，说不通。可是他没有女朋友才说不通呢。你不知道那个女生长得可好看了。你觉得你差呀？你也不差，好吗？可是，他们是青梅竹马，而且门当户对，在外人眼里啊，他们就是神仙眷侣。这就有点难办喽。你看，你也这样觉得吧？嗨，我们俩怎么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你喜不喜欢他？现在不喜欢了。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既然你已经想得这么清楚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忘记他，法国的森林在等着你呢，我亲爱的漠边小姐。楼下那帅哥，记得吗？行不行？小王子拿出来，不要。快点，不要。顺哥，你着急什么事儿？续管工地的财务那边一直在催款，说我们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夏正东那边的人一直卡着资金不肯拨过去。哎，我刚知道，我现在马上过来啊。顺哥，那现在去哪儿啊？夏姐。阿姨，林轩啊，你可有段时间没过来了，早点吃了吗？我吃过了。啊，夏叔呢？他在啊，在楼上。一大早啊，不知道为什么又跟雪玲发脾气呢。你先一坐，我去给你叫他。好嘞。明轩，你怎么来了？别跟你爸发脾气，这事不至于。一会儿我跟夏叔说了。这件事儿他本来就不好，怎么能那样呢？我怎么不对了？我怎么不对了？来，明轩，你看，
公证款的事儿啊，真的不是要为难你，但是我现在呢，也的确有我的难处。夏叔，咱们的财务预算在股东大会上不是都已经确认过了吗？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了？的确有一些突发的事情。你也知道，咱们明远家大业大，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光你这一处。你看明轩这样行不行？咱各自退一步，秀馆的事儿不是不做，我们稍微往后放一放。爸 ，SLC 收购失败，本来就有很多人看着呢，秀馆真的不能再出事儿了。现在就等着钱开工呢，后续的资金不到位，那前期的钱就白花了。我知道很多元老都不服气，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不能不分局面呀。我怎么不分局面了啊？我这正是从大局出发，为明轩好，你懂什么？你懂啊？对吧？明轩，你上位这几年，工作成绩斐然，大家都看到了，大刀阔斧的啊，带着明远向前进。但是呢，无意当中，也这个冷落了一些老伙计啊，这个寒了他们的心。你想，这个人心凉了、寒了，那公司再大，那可不说黄就黄嘛，对吧？夏叔，我先表个态吧。关于秀坊工程款的事情，如今已经箭在弦上，这个事儿是必须要做的。刚才夏叔说的话呀，我大概也听懂了。可能是我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忽略掉了长辈们的心理感受。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懂、不理解，我倒是可以一一登门拜访，去向他们解释清楚。那这倒是个办法。你也知道这些老伙计啊，都是当年跟着你父亲打天下的人。说实话，你上位之后，你寒谁的心，你也不能寒他们的心，对吧？明轩，你如果真的能拿出这样的态度来，我觉得这件事好办了。辛苦你了，夏叔。客气。Ceci est du cinéma, mais on peut très bien ressentir à travers ce film l'esprit qui régnait chez les crânes.就不信找不到你。前进的脚步从不停留，坚持的信念从未放手，你的双手。同学，你是中国人吗？对，
对啊。太好了。对了，我叫孟非，我叫孟静。啊，刚刚上课你都听懂了吗？没听懂，就那语速，听得懂才怪呢。哎呀，没想到我们来学服装设计还要上那么多理论课。哦，对了，刚刚那个电影你知道叫什么？就是《Phantom Trip》，是不是男主角还获得过什么奥斯卡那个？啊，对，就是那个。哦，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了。哎，对了，你住哪里啊？我就住旁边，你呢？我和我一个朋友合租，3天包你。好。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过来玩。好呀，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可以呀。Merci. Ok. Bien. Bon appétit. Merci. C'est là. J'espère que ce sera bon, hein. Bonsoir. Bonsoir. Une table pour 3 personnes,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Voici la carte. Merci. Alors, on va vous prendre du riz sauté. Ok. Champignons aux légumes pour moi. D'accord. Et aussi du tofu croustillant,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Et une bouteille de vin rouge. Ok. Patientez. Merci. J'espère qu'on va bien manger. Regardez. Waouh! C'est ce que j'ai acheté pour maman. C'est un collier de diamants? Oui. Putain. Mais c'est vraiment trop beau. Putain, mais ça doit coûter super cher. Hein. C'est normal, c'est pour l'anniversaire de maman. C'est génial. Là, il est magnifique. C'est vrai que c'est un bon choix. Ah, elle va être contente. Bon appétit. Merci. Peut-être 25? Ouais, pareil. Oui, je pense aussi. Ah oui, je pense aussi. Ah, Vos plats? Ouais. Ah, voilà. Ouais. Merci. Bah, ça a l'air pas mal. Tu veux essayer? Alors c'est bon? C'est bon? Ah, c'est Madame, froid. votre sac. Ah, merci. Non. 小陈，哎，老板。 4号桌的糖醋鱼片好了吗？哎，马上就好。快点。 Je suis sûre que c'est vous, il n'y a personne d'autre ici. Voleuse, rendez-le-moi. 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偷他东西了，可是我根本没有偷。 Calmez-vous. Mademoiselle, qu'est-ce que vous avez perdu? Un collier. Pour notre mère. C'est un collier pour l'anniversaire de notre mère demain soir, et il n'est plus là. C'est elle qui l'a volé. 他们说你偷了钻石项链。钻石项链，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钻石项链。 Je l'avais mis dans mon sac. Vous étiez la seule personne à l'avoir touché. Personne d'autre ne peut l'avoir fait. J'ai payé super cher pour ça. Je vous jure que c'est très grave. Ne cherchez pas d'excuses, d'accord? S'il vous plaît, calmez-vous. 包包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的包掉在地上，我帮他捡起来而已，大家都看到了呀。 Alors il est où, dites-moi? Allô, police? Oui. On Non, a non, trouvé non. un voleur. N'appelez pas la police. Oui, au restaurant chinois. Pas la police, s'il vous plaît. 他报警了。 是啊。 Oui, d'accord. 气人，这简直就是无妄之灾嘛！那女的就仗着她有2个哥给她撑腰，对我破口大骂。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觉得听不懂法语真好。后来呢？后来警察来了呗，还来了个女警察要搜我身。
搜你的身？这有点太过分了吧？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自己的包也丢了，到现在还没找回来，现在还被别人误会是个小偷。钻石项链那得多贵呀！他要让我赔，我根本赔不起。开玩笑，又不是你拿的，你干嘛要我赔啊？哥，不是，你进来之前能不能跟我先打招呼？表哥，你最好对我好一点。我过来是有件大事的。什么事儿？就是前2天方笑宇来找莫凡，然后问他莫非姐在法国的电话，我顺便帮你要了一份。表现还不错啊。哎，还有，哥，就是莫非姐在巴黎被抢劫了。什么时候的事？就刚到就被抢劫了。我知道了。林哥，你帮我去工地再盯一下，一定要仔细一点。咱们这个工程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地方。行，放心吧，盛哥，外边下这么大雨，今天这工程应该是进行不了了。你早点回上海吧，我先去检查了。去吧。是太阳指引的方向。也不知道是谁那个时候说我是个大奸商。我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呢？不可能。只有没有证据啊？我有录音啊。啊，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唐总的。唐总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帅气、最有责任心的老板。我怎么可能诽谤你呢？是不是？你说的是认真的吗？非常认真。OK。你骗我！你怎么能这样呢？笑的模样，烙印在我心上。许的愿望，要爱我很长。你眼睛闪的光。莫非，莫非，你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吧。哦。喂。莫非，好熟悉啊！你好，这是莫非电话，但是他现在在洗漱，您过会儿打过来吧。好啊，谢谢。挂啦。谁呀？不知道，中国人吧？我让他一会儿打过来。啊？那是谁呀？我打过去问问呗。喂，你好。是我。啊，机场那个男的，他打来干嘛呀？表白吗？你好。我听我表妹说你被抢劫了，有没有受伤啊？那都是刚来时候的事儿了，现在早就好了。谢谢唐总关心啊。那就好。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就那样，每天上课、打工，生活过得还挺充实的。那挺好的呀。那唐总，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挂。我现在在我们经常来的园林里面，
这边下着小雨。在干嘛呀？刚洗完漱，准备出门了。哦，差点忘了时差的问题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嗯，拜拜。拜拜。方总监，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啊。找我？来法国找我啊？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我必须要当面跟你说。什么事情啊，这么重要？我们蜡染的那个作品，谈谈署名的事儿，这个事儿够重要的吧？哦，哎呀，上次蜡染我也没帮什么忙，只是在旁边搭把手，署不署名不重要，对吧？那怎么行啊？我非常尊重原创作者的。你既然参与了创作，那这个署名就必须得给你。你没有去那儿看过啊？哦，带你瞧瞧去。谢谢啊。你看看这个作品，我每次来巴黎的时候，它都在这儿，少说有10几年了吧。10几年还没卖出去啊？我说这个作家该伤心死了吧？在我看来，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知音。这里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创作者费尽心血，忍痛生下来的孩子吧？你不会反对我这样的说法吧？所以你的作品如果不署名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弃婴。也许这里的作品都没有蓬皮杜中心那些来的高贵、有价值，但是他们也是创意的结晶。你怎么舍得让他们变成孤儿呢？所以，作品对于署名来说的话特别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你自己。想让别人尊重你的作品，先尊重自己。那么署名就是一种尊重。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忘了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还有我一个师弟也是这个学校的。师弟？程阳啊。陈阳？我说这也太巧了吧，他是我室友的男朋友。所以我说呀，这可能是奇妙的缘分。还真是。哦，时间不早了，那我们改天再约呗。哎，你能别每一次见了我就着急走行吗？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什么呀？这次凯曼的发布会，来做我助理。没兴趣。你能考虑一下吗？你也太敷衍了吧。好，我考虑一下。
没兴趣。莫非，啊？你知道来做我助理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次总监，发布会，我还要打工，时间马上来不及了。你呢？我请你喝咖啡，你的心意我领了啊！拜拜拜拜，我们下次约啊！拜拜。哎，你真不知道我对你好呀。爸，哦，你这晚还没睡啊？刚给你魏叔叔打完电话。哎，怎么样？绣坊的事情解决了？解决了。有什么想法？那我是个晚辈，很多话也不方便说呀。夏叔叔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心里有数啊。对了，SLC 那边啊，我准备自己去一趟。你像之前大家一直隔空联系，我觉得整个的事情没有什么推进，当面聊可能效果不一样。去法国，也好。我们做生意的要有生态观、全局观、未来观，不能只关注我们的行业生态，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要放眼未来。如果说这一次 SLC 能够成功收购的话，对明远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放心吧，我会处理好。重磅！重磅消息，我表哥要去巴黎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表哥这个万年大冰山终于要开窍了。等一下，你不会把我姐手机号给你表哥了吧？我这个是意外，意外。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姐还特地跟我说，谁都不能讲，她连我都不让讲。不是你这才叫不仗义吧？你就是不懂女人的心思。莫非姐是说不让你去烦她，没有说不让我表哥去烦她呀？你这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吧？这是合理分析。我问你啊，我表哥送去的玩偶，莫非姐带走了吧？对呀，他要是不喜欢我表哥的话，他把那个玩偶直接扔了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带到巴黎去呢？对吧？不是，哪有？不是什么呀，这都是事实啦。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互相喜欢，心里有情。你怎么跟我表哥一样迟钝？完了，我姐打来了。啊，刚刚琳达老师好像找我有什么急事，特别着急。你先接着电话，不要慌啊，我去看看。拜拜。你好歹告诉我你哥什么时候来，你不能不管我死活啊！姐啊，我说有你这样当弟弟的吗？就也不问我一声就把我电话随便给别人啊？姐，那我这不是将功赎罪来了吗？我刚得到一线战报，马上就来给你报告。什么战报啊？我跟你说，陆竹刚才说他表哥马上就要去法国了。姐，这异国他乡的，你要是真碰上唐总，他不得请你好吃好玩一番啊？姐啊，你要是遇上唐总呢，你就跟人家好好聊聊，别每次见人家都气势汹汹的。聊有什么好聊的？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凭什么让人家带我出去吃喝玩乐啊？我自己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姐啊，我也没说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是不是唐总哪里得罪你了？怎么一提到他就发这么大火？我还有事，先挂了，拜拜。他又过来了。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是烟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4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咱们什么时候去啊？去哪儿？去巴黎啊！你不是要去巴黎建 SLC 公司吗？啊，你不用去。可是，你除了去谈 SLC 的收购之外，不是还要去巴黎找设计师吗？有我这么专业的设计师陪着你，不是正好帮你参谋一下吗？咱们公司呢，不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来处理吗？你说这个公司除了你，还有谁能帮我盯着？但是你一个人去的话，等一下。哎，吴总。对，你放心好了。最近我再去一趟苏州，再跟进一下。嗯。嗯。行啊。
行吧。法国的行程安排好了吗？咱们从苏州回来就可以去法国了，但是 SLC 那边他们还没有明确的答复。然后，要不要咱们再等等吧？如果说他们不同意的话，咱们白去了。什么叫白去了？咱们去法国不就是谈生意吗？那他要不同意，咱们就白去了。有点耐心，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行吧。光，哎，咋了哥？我问你个事儿。你说一个女孩她一直祝福你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轩哥，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莫非这么说，他肯定是吃醋了呀？我这也没做错什么事儿。绝对不可能。你要没做错什么事儿，莫非他不可能这么说。哎，我有跟你说过这是莫非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我的判断啊，莫非绝对是吃夏总监的醋了。你想一想啊，夏总监这么优秀的女人，对吧？她每天都在你身边，放在谁身上她都会吃醋啊。你品，你细品。原来是吃醋了。哎，明光，掉头。哎。先生真是好眼光，一眼就看上了我们这店里最好的张缎。是吗？可不是嘛，张缎制造技艺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纯手工，一点一点的织。尤其是这种多彩的工艺，非常复杂，早几年在博物馆里才能看见呢。行吧，帮我把这个包起来。好的，先生。如果我现在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来巴黎找我，会不会有点自作多情啊？打还是不打？莫非，你垃圾倒好了没有？好了。Qu'est-ce que vous voulez? 跟我 Hey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là? Regarde pas. Casse-toi, Chino. Maman Viens, viens. On se reverra. 你没事吧？你好。
朵朵，你去帮我拿个药箱过来，谢谢啊。哦，你坐。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坐。你还好吗？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啊？我没事，主要是担心的是你啊。你是怎么招惹到那些法国人的？那3个兄妹又来找麻烦了吗？他们丢东西了，非得说是莫非偷的。这样，我给你们找个新公寓，有保安的，这样安全一些。还有莫非啊，你最近不要出去打工了。唐总，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们住在这儿挺好的。今天的事情，你放心，我们已经报警了。只是，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我来法国出差，我想过来看看你。那个，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是莫非的室友，您是？咱们在机场见过。对。我叫汤明轩。你们朋友？朋友好啊！你说朋友来了，你都不给倒杯水喝，真是的。喝水啊！谢谢。你也喝一个吧。小哥，没事吧？今天谢谢你们2个。没事，应该的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呗。你们开车来的是吗？那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啊。行，放心吧。那你先回去吧。哦，没事，你先回去吧，不麻烦了。哦，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拜拜。拜拜，再见。哎，我说你还真是把别人想说的话全都说了，让别人无话可说呀。是啊，我是有点没眼力劲儿啊。不过今天身手还不错啊。那当然了，以前练过。我怎么感觉给你开的工资有点少了？你应该给我开2个人的，我还能当保镖用。Alors voilà, nous venons de parcourir l'histoire du vêtement. Maintenant, j'aimerais entendre vos idées au sujet du design. Qu'est-ce que vous pensez du design? Quelle est votre vision? Sean? Le vêtement doit être confortable pour que les gens se relâchent. Marie? Le design, c'est ma passion. Tiens, Mangjing. Le design est un travail que je dois finir. Moffé, j'aimerais vous écouter. Quelle est votre vision du design? Oui, le design pour moi, c'est une communication avec le monde. « 现在交通很不方便，自行车很抢手的。去哪儿？我送你。走了。谢谢啊。Eh, bonjour.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e. Mia était censée vous voir, mais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a changé d'avis. Qu'est-ce qui s'est passé? Non,
Je suis désolée. Je sais pas. D'accord. Voici mon nouveau projet de collaboration. Pourriez-vous le lui montrer? Je le lui donnerai. Ok, pas de problème. Tant qu'elle est libre, je pourrais la rencontrer. Merci.轩哥，这个米娅也太奇怪了，明明跟咱说好了的，结果现在又反悔了。哎，我说你走错了，刚刚应该走那条街的。巴黎我比你熟，这条路去你打工的餐厅啊更近。你怎么知道我在什么地儿打工啊？当然知道了，黄老板吗？又是陈阳告诉你的呀？你知道黄老板是第几代华人吗？第3代。第5代啦。不夸张地说，早期的留学生都在黄老板家吃过饭。他们以前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后来才搬去了13区。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开玩笑，我是谁呀？老巴黎。不信呀？方总监，谢谢你送我过来，那就送到这儿吧。哦，行，那你进去吧。你怎么还跟着？啊，我有点饿了，我想进去吃点东西。哦，可是还没有营业呢。那我去车里等一会儿，一会儿再来。不是，巴黎这么大，如果你那么饿的话，不如去找一个开门的餐厅吃饭。也有道理啊。那我走了。拜拜。拜拜。小小点亮的思念，风轻灵，在春的光眼中交捉边。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的星子在无意中闪，细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怎么是你呀？莫非在吗？他不在。哎，你进来等他吧。不用了，我在楼下等他。谢谢。好。莫非啊？啊，老板怎么了？要是活忙完了就早点回家吧。怎么今天要早点关店啊？没有，我是看你有朋友来了，所以想跟你放假嘛。真是败给他了。没关系，我正常下班就好了。谢谢老板。好吧。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没有啊，我看你进进出出的，我在这儿工作还挺舒服的。可是你这样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我影响你？我一没偷二没抢，又没有在这儿唱歌打扰别人睡觉，我影响你什么了？啊，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有什么关系，我才会影响你啊？好吧，你继续。哎，
我在这儿工作半天了，喝了一堆咖啡了，有点饿了，一会儿一块吃个饭呗。可是我还没下班。就当是朋友一块吃个饭，没什么吧？这不会是给流浪猫吃的吧？如果你不想吃的话，扔掉好了。我吃，我现在就吃，能吃完。他什么人啊？看着有点面熟哎，是不是以前来过我们店里啊？他不会是骚扰你了吧？没有没有，老板，我从后门走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就麻烦你要锁一下门了。先走了，拜拜。老板，哎，可爱。嗨。嗨，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想过来看看你。谢谢你。来很久了吗？还好啊，不到1个小时。对不起啊，让你等这么久，我不知道你过来。没关系。其实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好好聊聊，有关于上次在机场，你不是有一些疑惑吗？机场那都好久的事情了，你伤好点了吗？你跟我打什么岔啊？我没有打岔，我只是觉得你因为我受伤，我还挺愧疚的，对不起啊。你现在跟我还挺生疏的。有吗？没有吗？罗飞，不是说好我接你下班的吗？怎么不等我呀？你说你一个人，我担心死了，一点都不乖。没有在黄老板那儿接到他，我担心了一路呢。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知道你心疼我，还给我抻卷吃，特别好吃。哎，你吃过吗？那是给流浪狗吃的。我就喜欢这么可爱的女孩。你也挺可爱的。说你这多大人了呀？什么东西还忘了？谢谢你啊，我这不就害怕吗？哎，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帮你拿啊。你小心啊。你的书包还有个袋子，谢谢。什么东西啊？挺沉的。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张段，莫非，你也太有钱了吧，居然买得起张段，这么沉。我们程阳也用过这种料子，之前给他弄坏了一块，跟我怄气了1个礼拜呢。没想到你是有钱人呀，买这么多，准备做什么呀？这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那怎么跟你的包放一块儿？这是唐总送给你的，他老早就过来等你了，我看他手里拎着这个袋子呢。你说，你俩去外边干嘛了呀？我俩能干嘛？这光天化日之下的，那有什么不能干的呀？啊，明天我就把这个还给他。哎，我说你还给他干什么呀，莫非？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雪玲，明轩，休息了吗？我马上了，怎么了？今天还顺利吗？还是没有见到米娅，所以我可能晚回去几天。啊，你看，我就说我应该跟你一起去，我要是在的话，肯定能帮到你。哎，对了，新秀馆那边进程怎么样了？公司的事情你放心，有我在呢。不要聊工作了。你今天晚上都干什么了？雪玲，怎么了？算了，等回到上海以后，找时间我跟你好好聊聊。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秘？没事了。你是不是快上班了？啊，是。我一会儿就去上班了。那行，你早点休息，我等你回来。好的，拜拜。雪莲啊，雪莲吃饭了。妈，你说什么？想什么呢？叫你吃早饭。我刚刚跟明轩在通电话，他说回国以后有话要跟我说。这个明轩呀，拖拖拉拉的，他早就该说了，害得我们大人都跟着着急。这好事儿啊，怎么看着你不开心啊？妈，我很了解明轩，他要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我感觉他的语气，反正有点奇怪。那还有什么事儿啊？你想多了吧？他现在不是在巴黎吗？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他肯定会直接跟我说的。那不是工作上的事儿，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哎，这外国的女人可都奔放着呢，会不会是明轩在巴黎遇到什么女人了？莫非？莫非？谁呀？啊，之前我们合作的一个设计师，他现在应该也在巴黎。哎呀，可能是我想多了。会不会是他在国内就缠上明轩了？你就一点没察觉？咱们俩还是不要在这儿瞎猜了，等明轩回来再说吧。你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哎妈，这事儿你可不能问陆阿姨啊。我问她干嘛呀？明轩这事儿还能跟他妈说呀？那我先去上班了。吃点早点啊。Bonjour monsieur. Merci.
家好，我非常高兴再见到你。好了，咱们俩就别这么假惺惺的了啊！要不是你看到我的作品，你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法国总部？你错了，你完全错了。这2年你的压力一直很大，现在给你时间放松一下。你需要寻找灵感。你看你现在不是又重新开始了吗？安斯利，你说你一个法国人，什么时候会玩中国的文字游戏了？只要你能拿得出好作品，怎么批评我都接受。对了，你说联合署名这件事情上面没意见，不过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坚持要和一个完全没名气，甚至不能称之为设计师的人联名呢？请用。这个嘛，第一，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中国风设计师。也是他激发了我很久以来的灵感。第二，我很喜欢他。啊，果然是一个示爱的好办法。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棋？你懂下棋？我听说你们中国的象棋很有意思。当然，一步棋最讲究的就是布阵，步步为营，才会更容易获得胜利。我现在正在下的一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棋，我准备将对手，砰，杀死于无形之中。对，当然，你看，这是发布会的工作日程，回去看一下。还有这些是所有设计师的资料，你可以挑选你的团队。Okay. Let me see it. OK。谁呀？大早上这么吵？莫非，醒醒！诺诺，我求你了，我昨天晚上睡方笑鱼来了。啊，他来。方笑鱼啊！方笑鱼，楼下那么大一个卡车，全是家具，我看见他搬到我们这栋楼里了。搬进来？什么情况？他怎么搬起来了？昨天唐总刚送完布料，今天这个方笑鱼就搬来了。这年头。追姑娘真得下血本儿，你看，你看。哎，没有啊。你确定？搬进来了，一定搬进来了，我太确定了。莫非，太浪漫了。天哪！我去看看。莫非，刚睡觉，没洗脸也没刷牙。你怎么在这儿？很明显，搬家呀。搬到我隔壁？对啊。对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重新认识一下。我说巴黎那么多房子，为什么偏偏搬到我隔壁呢？正好这儿空着嘛，我就租了呗。真的是你啊，方小鱼，到我们隔壁啦！欢迎不？当然欢迎了，我们都很欢迎。把门去掉。莫非，你这就不对了，大家都是朋友，你怎么能伤了和气呢？从现在开始，我跟他不是朋友。哎，那正好了，那既然不是朋友了，我住哪儿跟你都没关系了。哎，好像有点道理哦。对吧？哎，需要帮忙吗？我可不敢用你，陈阳不骂了我。那有空都来串门啊！啊。拜拜。
我们的淡定姐是生气了呢，还是心里的天平摇摆不定了呢？真的不考虑一下方小雨吗？我跟方小雨完全不可能，我只是很讨厌他现在这样胡搅蛮缠。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样的？很快呢，我就对这朵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直只长一些很朴素的花。他们只有喜欢一个人，就是默默地对他好，为他付出，只要他好，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回报，哪怕到最后他和别人好都没有关系的。我怎么听起来你是有所指呢？我不给你解释，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你说要是你选择了方小鱼，那唐总怎么办呀？哎呀，真是太难选了。Hello， 美女，莫非呢？莫非，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哎，方小鱼跟你说话呢。淘气。哎，轩哥，按照原定日程，咱们今天就得走了。公司那边一大摊子事让给你处理了，吴总那边有一个合同，然后夏总监有个设计图还要等您看。李师傅那边怎么样了？李师傅那边倒没什么，就是新秀馆建成了嘛，等您剪彩。这，我改签今天晚上最晚的航班。为啥呀？还等我家小莫非啊？啊，他去上学去了，还没跟你说呀。我现在住他隔壁。怎么，唐明全急眼呢？王小雨，你是疯了吗？我跟你说过适可而止。适可而止？你有什么资格来警告我呀？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你想对莫非怎么样？你说的挺轻巧的。你是不是忘了我妹妹失踪3年下落不明了？嗯？还是忘了她以前跟在你背后叫你明轩哥哥？忘了她为你流过多少眼泪了？是不是？这3年你干什么呢？啊！我问你干什么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他。那你把他找出来呀！你把我妹妹还给我呀！她从小体弱多病，她在外边过的什么日子，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想想就揪心。你想过没有？你是她的明轩哥哥，你想过没有？我问你呢。小鱼，等我找到了房间之后，我会给他一个交代。但是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你别对一个女孩下手。你现在别给我提莫非，我妹妹一天找不到你，你每一天都是我方小鱼的敌人，你记住了，你记住了，永远是我方小鱼的敌人。
有没有劲儿啊？啊，抬头，胸呢挺出来，来，下巴收进去。节奏，我没听到任何节奏，节奏呢？露珠，我还要说多少次啊？来，再来。走。露珠，我麻烦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模特也是一种表演，你起码想象一下自己。不行了，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老师，我这2天吃的都是清水煮菜，我身体真的吃不消了，你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呀？干嘛呢？谁让你扶他了？自己起来，快点，快点起来！服装博览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拉着莫凡陪你练，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倒是拿你当好钢打造，你非要在地上做一滩烂泥是吧？你要是这点苦都吃不了，趁早回家躺着去吧，不要躺在 T 台上挡别人的路。不中，先起来了。行，继续吧。好，不错，比刚才好点儿。来，回去。走吧，庆祝一下。庆祝？庆祝我挨骂吗？庆祝你有进步，请吃饭。是，我吃不了啊！琳达老师说让我再减。吃饱哪还力气减肥嘛？那我怎么办嘛？我现在连水都不敢多喝，更别说吃饭了。放心，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呀？你干嘛？上来。你要背我吗？我说请你吃饭，肯定得给你送到地方。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要给我背到地方啦。哎，是该减减啊。你说的要背我的。若说你是人间的4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变。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你是雪花后的那片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能前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4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
便是晴天。